弓箭手共元符技能演训。这边来看一下弓箭手的技能演示。首先是它这个长弓箭的话，数量是有限制的，最多的话只能有3个，然后使用冷却时间是12秒。其次的话是它这个位移用到的弩箭，数量的话是2个，这个弩箭的话也是冷却时间12秒。这边可以看到蓄力状态下的话，会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第一人称的视角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弓箭的一个射程有多远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们没办法命中监管者，只有当这个弓箭出现指示器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命中监管者。这个射程的话，感觉好像还挺长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心跳的范围啊，接近一个心跳的范围。这个弓箭正常命中监管者时会造成50点的伤害，但是如果是命中监管者这个弱点的话，会直接造成100伤害。如果伤害达到100点的话，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眩晕状态。需要注意，这个必须要蓄力满1.2秒，如果没有蓄力满1.2秒的话，这个命中的伤害效果会降低40%。也就是说，普攻命中是30点，如果命中弱点的话，只有60点的伤害。需要注意，如果有掩体的话，我们没办法隔墙命中监管者，就是说你的也必须有监管者才能够命中。如果有掩体的话，是可以被格挡掉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拦截啊，2.5秒的声音可以直接无伤救诶。当监管者身上有这个伤害数值的时候，会随着监管者的移动逐渐增加这个伤害数值啊。只有停止移动的时候呢，这个伤害数值才会快速的降低。这边可以看到轮形态的话，破人是没有那个指示器的，也就是没有办法被选中啊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传送的效果，可以看到传送的时候，它头顶这个数值是停止计算的。然后传送虽然说是高速移动，但是并不会增加它的数值啊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红蝶啊。红蝶的话，这是1阶飞啊，1阶飞的时候可以看到是可以造成一个眩晕的。然后这边来看一下2阶飞，可以看到2阶飞的话，虽然说飞得特别的快，而且位移的距离也很远，但是它并不像1阶飞那样可以直接眩晕啊，说明它增加的一个速度并不是一样的。然后是高低差的一个测试啊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视角在蓄力的时候，它是固定朝前边的，让我们往上抬视角。然后它这个可以命中监管者，但是好像往远了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命中弱点了。最高视角只能抬这么高，除非你是在锁定的状态下，就是这个圆圈收缩成一个实心圆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射箭的话会直接命中弱点。然后是高处往低处射箭，这个视角只能拉这么低啊，只能拉这么低，你得站远一点才能那个。如果监管者离得我们比较近的话，我们这个箭没办法射中监管者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弩箭在位移的过程中能不能掉下去啊？哎，可以，这个弩箭在位移过程中是可以从这个缺口位置掉下来的。另外需要注意这个弩箭，这个弩箭的话是固定60点的伤害，它是没有办法命中监管者的弱点的。其次它的一个射程的话还是比较近的，没有办法离很远然后命中监管者。这个射程的话是要很近才能够命中监管者，如果稍微远一点的话，这个弩箭就没有办法命中了。然后这边测试一下长弓箭搭配弩箭一个效果。可以看到这个长弓箭虽然说命中是50点，但是在我们使用弩箭的时候呢，如果监管者静止不动的话是没有办法快速达成那个110点，然后造成眩晕的。但是如果是在那个移动过程中命中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快速连招造成一个眩晕啊。然后弓箭手的弓箭用完之后呢，它是可以补充道具的，可以补充那个手持物。最后是弓箭手的外在特质9神精神，
就是脱离心跳范围的时候呢，会有持续5秒降低15%移速的一个debuff。这个是每20秒的话只触发一次，它这个触发的话是你触发的时候立马就开始倒计时，也就是说这个移速 buff 过了之后呢，冷却时间是15秒，